大家好，由于时常下雨，前院地势比较低，土壤相对湿黏，于是将重心又移到后院来。后院遇到一个蛮严重的问题，在雨季来临前，明显感觉到地下水位下陷得很严重，导致虹溪蓄水池丧失了储水的能力啊。若是改用自来水，会耗费相当大的水量。因为后院除了地势比较高，还采用了垫高种植，于是再次启动人工智慧纯手工外加动脑，自己动手改造。首先将走道往北移，有截弯曲直的效果之外，增加了种植面积，当然日后浇水的便利性也纳入了考量。由于铺设砖头走道时并未使用水泥，优点是保留了日后变动的更多弹性，缺点则是缝隙会容易长草。不过鱼与熊掌本来就难以兼得，习惯就好。调整蓄水池前，将整个区块进行工序安排，从外围优先做起，很快就有了一些改变。至于增加种植空间，首先要面对的第一个问题，就是得增加土壤。想要就地增加可用土壤，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加大蓄水池的空间。因此，现在挖取的位置就是缺土后的备案。这位置的土壤其实非常特别，下方深处埋了非常多的有机质，大概已经有3-4年以上了。能再次挖起派上用场，很归功于地层下陷了，不然实在很懒得再这样挖东土补西土了。至于铺设砖头，下方只是土壤，初次铺设时只需要先简单铺设平整。由于目前土壤比较潮湿，含水量太高，等日后除草时再重新铺排一次，会很简单就可以非常平整与稳定。而现在遇到的麻烦，除非您有这样的邻居啦，隔壁小黑又来探视了。今天会如此激动的原因，是因为前一天他在家里被绑了一整天了。原本想让他先在一旁休息一下，继续完工，不过他冷静不下来，只好把他带到前院去，让其他2只狗安耐一下，让他冷静一下。铺设完毕后，走道马上有截弯曲直的效果，而这些挖起的瓦片一样追求省事，不再搬动，尽可能的在原地利用掉。于是拿来在一旁先设置一组堆草槽，只是这一槽呢，并不摆放杂草，而是要拿来堆放修剪下来的树枝叶，制作干净没有草籽的腐殖土。原生土的效果以前已经测试过效果，只是一直没想要自己做，主要是没有树枝叶的来源。现在一旁耐修剪也需要修剪的七里香，已经很可以提供足够的树枝叶。而利用瓦片制作挡土的时候，与走道之间要预留2-3公分的宽度。卡得紧虽然比较不容易长草，但是预留缝隙，日后除草时要翻起砖头会相对轻松。由于没有铺设水泥，因此工序可以做个调整。专业的做法是先将设施做好才铺走道，但是家庭自己处理的话，道行逆施有时却会比较容易。先铺设走道后再做设施，也就不需要严谨的预留走道宽度，这样在施工上会容易非常多。这个问题以前学专业的工序，在施工上吃了不少苦头主要是此处砖头年代不同，或是不同批同样完整的砖块呢，宽度大小却相差很多
越早期的砖头越大块，这跟买面的情形很有异曲同工之样。在价格不调涨的条件下，面的数量也就越来越小碗，是很常见的手法了。而砖头贩售的方式也是以块来计价，因此若不是同一批新的砖头，调整一下施作的顺序，先行铺设走道，再做设施，反而容易啊。只需要目测想要的宽度，就很容易排得整齐啊。而贪图施工效率的结果，出现了失算的情形，只考虑施工的顺序，却忘了调整镜头啊，直接一镜到底，拍摄角度错过了七里香修剪前后的变化与安排。七里香是很耐修剪的植物啊，但现在这个雨水多的季节，却是可以旺盛开花的时间点啊。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很可惜，没有留着让它开花。而磷肥可以促进开花，一直很好奇这些花苞是否也含有很大量的磷肥啊？但是可以肯定的是，这些花苞的养分一定跟树枝叶不同。自我安慰的方式就是这些花苞加入制作腐殖土的材料中，也是增加多样性的办法。而喜欢种花养花的观众朋友，去参观花园时总会觉得特别漂亮。其实花盆的美观对于整体美感会有很大的提升啊，只是漂亮的花盆真的价格不菲啊。由于采用地质的方式，个人就让七里香自制花盆了。采用双层次的方式修剪，下层就修剪整齐，充当天然的花盆，这样比较通风，也不会过于旺盛而吃不到日照。下方虽然长得较为密集，却也不会影响到进出啊。至于美观与否，则需要靠七里香自身进行修复啊。现在的状况就像刚剪完头发，会有点呆啊。大约2个星期后，看起来就会自然许多了。这一丛修剪完毕后，原生腐殖土的材料就有了。七里香除了花香之外，它的枝叶应该含有很多精油啊。过往烧制生物炭时，枝叶也会产生很香的味道。这在一些香草与柑橘类枝叶都会出现特殊的香味啊。下方经过修剪后，这侧的走道进出就方便许多啊。至于说开花期进行修剪可惜的地方，可以从一旁这丛上方看到的花苞数量非常多啊。偶尔有人觉得进行修剪的动作哪算是友善农法啊？不过这也是要让植栽有更多的日照与通风啊。修剪的必要性想成是剪头发的过程就好了，除非修剪过程会影响到作物的生长。而一旁这七里香也是不久之前进行修剪，修剪完之后有好的受光面，很快就可以长得比原来更好，只是生长速度太快，要完成球状的目标有点跑掉。谢谢收看。